我相信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很多人仍然是观望房产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一些地方呢也发生了疫情，对于人们的这个生活还有这个收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呢这几年这个房住不炒的调控，让很多人觉得呢现在买房子还不是时机。那么很多人呢就把希望寄托在2023年。至于2023年的房价会怎么走呢？我相信呢有3个方面的趋势和变化。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理清楚这个逻辑，然后再去买房子。今天就这个话题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那么首先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房产调控仍然是主基调，房产救市仍然不会放松。救市呢，针对的是普通的购房者。那么这几样呢是同时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在2021年整个一年呢是房产调控非常严厉，当时是没有救市的。那为什么没有救市呢？你要搞清楚一个逻辑。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房价是大涨的，很多人认为呢房价涨了以后可能还会涨，包括深圳的一些大城市，很多人呢挤破头皮在买房子，就是因为人们没有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房产调控，觉得呢在过去20年房产调控呢每一次的调控完了以后呢房价就会大涨，那么这一次呢也不例外。但是纵观整个2021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上半年的房价和下半年的房价是呈2极分化的。上半年仍然在涨，很多地方呢仍然有成交量，到了下半年房价趋于平稳，然后市场的交易量也不活跃了。那么也就是说呢，从2018年到2021年的时候，还是有炒房客的存在，人们仍然相信这次的调控只是暂时的。但是到了下半年，房产调控的威力就出现了，因为呢它非常具有针对性。以前的调控只针对某一个群体，比如说购房者，如果呢这个城市的房价过热，那么我就限购。但是现在呢，是从开发商到银行再到普通的老百姓，完全呢在整个房地产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这个时候炒房客就开始离场了。到了2022年，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是这几年有疫情的影响。那么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可能呢2022年上半年的楼市救市让这个交易量会更活跃一些。那么随着下半年的到来呢，我们发现各地的疫情已经开始受到了控制人们的生活也回归了正常，慢慢的收入呢也回归了正常。那么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今年的下半年就是一个缓冲期就是不会盲目的去买房子，也不会去考虑房子，先要呢降低家庭的负债，降低家庭的风险。那么到了2023年，随着这个房产调控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会清醒认识到，如果有房我就不会再买房，如果我有需要我就再会去买房。但是呢同时这个救市的政策呢一直会跟上，可能呢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贷款的利率会降低，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购房来讲呢是一个好事情。那么第二个趋势呢，就是2023年可能整体的房地产市场这个布局呢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呢要从整体的这个房地产产业来看。首先我们来说开发商呢可能会变得更规范，留下来的就是有实力的开发商，这样呢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去买到烂尾楼。过去20年，不管是大开发商还是小开发商，都忽略了自身的风险，而是疯狂的拿地囤地建房子。那么这当中呢，由于我们是期房的这个制度，我们买了房子，但是呢我们所有的风险都让这个购房者来承担，所以经常呢会看到这个烂尾楼通过呢2020年年底给开发商的3道红线，让开发商去降负债。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房地产企业也会面临着转型如果你有实力，那么你当然仍然在这个行业发展，如果你没有实力，况且你还有大部分的债务，你只会慢慢的退出这个历史的舞台。那么剩下的就是好的开发商，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呢是非常有保障的。再加上呢过2年有可能会取消公摊，以及实行呢现房销售的制度，那对于我们老百姓呢又是一层保障。从银行的方面来讲呢，其实呢也避免了很多金融风险。前几年呢虽然说房贷的利率很高，但是人们对于买房呢是抱有期望，
对于这个房价的上涨呢是有信心的，所以呢，即使利率很高，也有很多人呢愿意去买房子。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呢？就会想办法去弄首付。那我们之前呢看到很多人违规去操作啊，把这个经营性的贷款呢用于这个房子的首付。银行呢对于这个贷款的申请就是条件呢，只要稍微差不多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放款了。但是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地方都规范了，银行呢优先去挑选这个高收入人群，或者说呢优先去选择优质的一些客户来进行放款。那么这样呢就彻底的杜绝了炒房客、炒房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呢，现在的利率在降低，意味着我们买房了以后每个月还的贷款也少了很多。那么这样呢能够让一个家庭的风险降低，也就是说呢，未来可能法拍房的数量会减少。别看现在法拍房数量很高未来呢像这种的法拍房就不存在了。大部分的法拍房就是由于呢还不上贷款，所以呢银行进行拍卖。但是未来这种现象呢，可能随着金融风险的降低会越来越少。那么房价方面呢，会随着人口的流动导致到这个房价的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但是这种呢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之前呢跟大家讲过，一二线城市呢因为土地受限人员呢一直流入，那么所以呢房价很高，但是呢大家想在这里发展就必须买房子。按照以前没有房住不炒的话，可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会比现在高很多。那曾经呢有人估测过如果呢没有房住不炒，那10多年以后可能北京上海的房价能够达到50-60万一平方。那么这完全呢超出了房地产的一些概念了，房子呢已经不是房子了，而是人们炒作的一个工具了。这显然违背了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理念，所以呢有了房住不炒。那么对于这个3、4线城市呢，因为现在的产业不好，或者说呢人口大量的流失房子变得有价无市。当然这种情况呢未来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我们知道呢今年是全面放开了这个落户的限制，未来呢可能有一些产业会迁移下沉到这个3、4线城市，那么更加的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买房觉得就不是什么压力了。那么第三个变化呢，就是经济会全面的复苏，老百姓的收入会有所增加。那说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是因为这2年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内循环。内循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就是促进经济的一个消费，对吧？经济呢有3驾马车，其中呢消费是占主要的，但是呢我们的消费往往是最低的。你要究其原因的话呢，可能说过去20年房价很高限制了人们的消费。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意识到一个问题，不能够全面的依赖房地产来发展经济。过去20年呢，房地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未来房地产也不会崩塌，只是作为经济发展其中的一环，而不是抱大腿。那么这个时候想要内循环促进消费，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让老百姓的兜里面有钱。那么我们看这一次呢提出了很多这个经济刺激的计划，对吧？包括有退税包括面向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些贷款优惠等等。那说白了就是2方面进行，一方面呢要打击炒房客，稳住楼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发展实体，扶持呢中小企业，然后让经济全面的盘活。经过这3年的疫情呢，人们或多或少对于这个收入方面呢都是有所影响的。那么通过发展实体，让老百姓的兜里再次有钱，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安安心心的买房子了。那可以这么说，这是从2个方面来进行的，说白了也都是为了房地产能够健康平稳长期的发展。在2023年买房呢，这3个方面的趋势我们不能够忽视。总之你记住一句话，过去呢靠炒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闭眼睛买房发财的时代也已经落幕了。没有需要就不买，难道买一个猪蹄子吃它不香吗？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